个母亲为了保护女儿徒手接刀，下一秒。 就在刚刚，这个男人枪杀了自己的前女友和他母亲。在地上的老人想要报警，却不小心呼叫了 Siri。男人听到动静后，无辜的老婆当场送命。现在，男人朝身穿警服的艾迪走来，他知道自己已经杀了3个人，已经是罪无可赦，只求艾迪拿枪给他一个痛快。母亲劳拉赶紧起身和男人解释，自己的女儿只是警方接线员，身上并没有配枪。男人恼羞成怒，可惜枪里没有子弹，于是掏出了匕首，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。50多岁的劳拉能简单的把凶徒干掉，这世界上有几人能有这样的身手？由此可见，劳拉年轻时定有一段不凡的经历。果然，劳拉找了个机会，对安迪说出了这样的话。Andy. Please. 很快，劳拉的英勇事迹就被各大媒体报道。安迪刚和继父戈登碰面，警方就来到了医院调查。刚做完手术的劳拉几句话就把警察打发走，执意要回家里养伤。劳拉还执意让安迪今晚离开他的房子，说安迪已经长大了，自己今晚想独自休息。劳拉担心的没错，一个豪华别墅中，男人从电视上看到了劳拉的新闻，他缓缓走出门外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安迪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平静，他刚回到家就趴在马桶上剧烈的呕吐了起来，又洗了个澡之后，安迪就沉沉的睡去。一觉起来已经是半夜3点了，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想要离开，却在骑车时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。这个人打碎玻璃，潜入到了劳拉的房间。安迪悄悄地靠近，却发现劳拉被人绑在椅子上拷问。他拿手机发了报警短信，随后找了个趁手的家伙就朝男人砸去。一番搏斗之后，男人倒在了地上。安迪以为这下自己和妈妈终于安全了，可劳拉听到安迪说他报警后，则是无比的惊慌，对安迪开始了一系列的安排，让安迪带走男人的车钥匙。Money in here, a phone and a key card. When you get to Carrington, there's a storage place called Get 'em Go. You can look for Unit 320, okay? 劳拉还叮嘱安迪把自己的手机丢掉，不要和任何人联系。安迪不知道为什么让自己这么做，但他看着劳拉郑重的表情，还是按照劳拉的吩咐来。躲在车上，安迪避开了警察的搜捕后，开始了自己的逃亡。在母亲的车里，安迪找到了一把手枪，从后备箱内，安迪发现了一箱现金，找到了个文件袋，里面居然有5张伪造好的身份证，全部都是母亲劳拉的虚假信息。除了这些之外，安迪还发现了劳拉年轻时的一张照片。劳拉用诡异的眼神看着镜头，后背有很明显的伤痕。安迪记得自己陪劳拉洗澡的时候，他们讨论过这个伤口的问题。劳拉说是自己骑车时不小心刮伤的，现在看来并不是如此。安迪觉得自己的世界有些崩塌，母亲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些钱又是哪儿来的？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？安迪还是选择等母亲来找自己，找了个旅馆安置好了行李。安迪来到了一旁的小酒馆里，今天接收到的信息太多了，他需要用酒精来麻痹一下自己的神经。在酒精的作用下，安迪也有了倾诉的欲望。于是他找到了在一旁喝酒的同龄人杰克，和杰克开始畅聊了起来。听到杰克有服役的经历，安迪想起了车上有母亲给自己留的手枪，他让杰克教自己枪的使用方法。肢体接触之下，2个人的关系逐渐升温。同样的夜晚，劳拉却躺在沙发上难以入眠。昨晚来的是杀手，那今晚呢？明晚呢？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？女儿还在逃亡，总不能她和自己一样，也一辈子都在逃跑吧？劳拉来到了蹲守的采访车前，告诉他们自己接受采访，不过这一切都要以直播的形式进行，途中不能有任何人切断信号。记者则是连连点头，同意了劳拉的要求。对于安迪来说，今晚他过得很开心，暧昧的氛围在2人之间不断蔓延。正当安迪打算邀请杰克去自己的房间看看能翻跟头的猫时，不经意间他看到了杰克车内的吊坠，顿时间安迪想到昨天自己开始逃亡时，在家门口停放的车辆里看到过这个吊坠。一晚的时间，自己开车逃亡了好几百公里，杰克怎么就能恰巧出现在这里？更何况杰克一直说自己是这里的居民，他的车没理由在母亲家门口出现。由此可见，杰克的话都是谎言，他很可能就是昨天拷打母亲之人的同伙。安迪尽量不让杰克看出异样，匆匆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做完安全措施后，他就把枪对准了门口，做好了随时开枪的准备。这个女孩故意打翻了咖啡，看起来他手忙脚乱的在帮忙擦拭，实际上一旁女孩的身份证已经被他拿走。身旁的女孩是个律师，安迪需要借用对方的身份进监探望一个犯人。昨天安迪拿着枪守了一晚，杰克并没有闯入他的房间。不过安迪知道自己已经暴露，找了个车贩子换了辆车，安迪直接开到了查理家中。查理从小看着安迪长大，在安迪心里，此时只有查理才能让他信任。安迪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查理。在他们聊天时，查理的话出现了破绽。Carrollton's a long drive. Did I say I was coming from Carrollton?
you need is a meal and some sleep. 安迪立刻感觉出了异样，因为他的行踪连母亲劳拉都没有告诉。查理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趁着查理在厨房忙碌，安迪悄悄地在客厅探查。当看到桌子上灰尘的痕迹时，身为女人的第六感告诉安迪，这其中定有问题。打开抽屉，安迪发现了2张全家福，看到了藏起来的照片，安迪整个人愣住了。How come you never married? I guess I never found the right person. 听到查理的谎话后，心中对他的最后一点信任也消失殆尽。跑出房门，安迪一脚油门冲向远方。安迪现在并非没有线索，他记得拷问母亲之人曾说了一个名字——宝拉·孔特。这次安迪聪明了许多，为了逃避网络追踪，他从路人那里借到了平板。安迪查到了宝拉·孔特正在服刑。当安迪去律所预约会面时，却被告知探监手续怎么也要3个星期。于是安迪想到了开头的办法，准备盗用律师的身份和宝拉·孔特会面。母亲劳拉的新闻采访也如期举办，她说的每句话其实是给屏幕前的这个人听的。结束了电视访谈的劳拉更加焦躁，当天晚上她就联系了安迪，想让安迪回家，可安迪并没有按照劳拉说的去做，直接前往了律所。在3思所后，劳拉打算亲自找回女儿，可她的车还没开多远，就直接被2辆神秘车辆截停。这个女孩被瞒了30年，到现在她才知道母亲原来是亿万富翁的女儿，自己的舅舅是副总统的有力竞选者。之前安迪查询到宝拉扎特正在服役，于是他盗取了一个律师的身份证，打扮成律师的样子，成功混进了监狱，和宝拉扎特会面。宝拉扎特对安迪所有的问题都无动于衷，甚至想立刻离开，结束这场会面。没办法，安迪只得对拿出了劳拉的那些假证件，说自己是劳拉的女儿。没想到宝拉扎特的反应异常激烈。Go to hell. Who's Jane? You fucking liar! Fucking kill her. She's fucking dead. She's fucking dead. That freaking bitch. She's fucking dead. 安迪的这一行收获颇丰，他最起码知道了母亲原来的名字叫做简，来自于富裕的奎勒家族。于是他来到了图书馆里，查到了奎勒·贾斯帕这个人，他将会于3天后在埃尔帕所举行演讲。为了确认自己的判断，安迪在图书馆找到了贾斯帕的自传，果然在看到了贾斯帕和母亲的合影。这下安迪的目标明确了，他要和贾斯帕会面，询问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只不过还有一个麻烦要解决，就是那个阴魂不散的杰克。找了个机会，安迪持枪把杰克控制。不过安迪没想到的是，杰克的身份是一个警察，他是奉命来保护安迪的。只因劳拉加入了证人保护计划，所以他的女儿也会被警察保护。现在既然被劳拉发现，那杰克就打算正大光明地跟着他。安迪本不想让杰克跟着，杰克却说出了自己的价值，想要去参加贾斯帕的演讲会。以安迪一介平民的身份，根本不可能。自己有朋友正好负责演讲会的安保工作，他可以让自己和安迪通过。天色渐晚，安迪和杰克找了个小旅馆住下。虽然杰克在帮助安迪，可他这么做也违反了规定。他还是希望安迪回去和劳拉开诚布公，好好谈一谈。 My mom? Who's that? The lady who gardens and bakes casseroles, or some daughter of a billionaire who's been lying to me my whole life? She was in a cancer ward, ready to go to her grave without telling me the truth. So no, I'm not going to talk it out with her. 气愤的安迪直接睡下，杰克则是出去打电话给领导汇报情况。正在这时，一个人闯入了他们的房中。 女孩已经奄奄一息，眼看着就快要不行了。还好杰克及时赶到，和光头佬给缠斗了起来。安迪慌不择路地逃离出了房间。敏感的他看到停在路边的车辆，都认为这些车辆和光头佬是一伙的，他们来就是为了把自己灭口。他拼命地逃着，在爬铁丝网的时候，杰克找到了安迪，身心俱疲的他紧紧抱住了杰克。 安迪和杰克混入了贾斯帕的演讲会，看到舅舅在台上意气风发的演讲，安迪的心中五味杂陈。妈妈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最终选择离开这个家庭？找到贾斯帕，安迪让他在书上签名。当说出简的名字时，贾斯帕仅看了安迪一眼，就认出她是简的女儿。不过现在不是细聊的时候，贾斯帕让助理给安迪安排了个会客室，自己接着招待其他客人。杰克也想跟着简走，但保镖拦住了他。无奈之下， 杰克只能孤零零地在外面等待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了昨晚的那个光头佬。杰克赶紧跟踪光头佬，光头佬好像也察觉到了什么，不断地加快脚步。在狭窄的楼道里，两人开始了猫鼠游戏。没想到，光头佬带着杰克兜了个大圈子后，直接把他引到了外面的街道。
杰克知道自己中计，赶紧回头想要找回安迪，可会客室已经人去楼空，安迪跟着贾斯帕走了。劳拉也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之前围堵她的那些人都是特工，劳拉参加了证人保护计划，不能轻易露面。可现在女儿根本联系不上，劳拉也不知道女儿发生了什么，于是她在保护计划上的解约书签字，打算孤身一人前往旧金山寻回女儿。这个女孩发现自己的手机被舅舅监听，她快被吓傻了。确定这是自己和杰克的电话内容，安迪赶紧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别墅。就在刚才，寻找到亲人的安迪满心欢喜，在舅舅贾斯帕的邀请下，他来到了这个别墅做客。贾斯帕待人谦和有礼，更是对安迪展现出了别样的关爱。安迪从贾斯帕的身上感觉到了亲情。女佣给了安迪一些录影带，安迪这才知道母亲劳拉年轻时活得有多精彩。她根本不是只会种菜的家庭主妇，而是演奏会上众星捧月的公主。就在这时，女佣拿来了一盘新的录影带，安迪开始播放它。前半段还是劳拉演奏的画面，但后半段却是劳拉和一个男人的亲密镜头。这个男人叫做尼克·哈普。看到尼克的时候，安迪从直觉上感到这就是自己的生父。当安迪被贾斯帕带走时，杰克也感觉到事情不对劲，他悄悄地离开了调查局，独自进行调查，果然查到了一些信息。这时，杰克接到了安迪的电话，两个人约定了见面地点。安迪想和杰克聊聊尼克的事情，杰克也想告诉安迪自己的调查结果。打完电话后，安迪来到女佣房门前，他想问问女佣还有没有遗漏的录像带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了监控室，赶忙离开。在大桥下，两人终于碰头。刚一见面，杰克就告诉安迪他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因为那个光头佬就是贾斯帕的手下。同时，杰克也提出那个装满现金的箱子肯定有一些秘密，只不过他还没有发现，钱在他酒店的房间。他希望安迪和自己一起调查。正在这时，一个跑步的女人撞到了杰克身上，3秒后，杰克立刻倒地。安迪赶紧给杰克做了心肺复苏，看到医护人员把杰克送上了救护车，安迪这才悄然离去。这个男人从垃圾箱中找到了一大笔现金，随后把烟雾弹扔进了示威人群。一旁监视前的警察疯狂地朝这边跑来，但烟雾阻挡了他们的视线，钱也在不同人手中迅速转。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头号通缉犯。安迪乘坐的车在路上发生了车祸，一觉醒来，他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尼克。与此同时，母亲劳拉也驱车赶来，一家3口坐在同一个桌上，心平气和地展开了谈判。劳拉和尼克在回忆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尼克拿出了那个绿皮箱子，对于箱子里的现金，他根本不介意，反而在箱子中不断的摸索。终于，他在箱子中找到了一盘磁带，这就是他刚刚说到的维勒家族的秘密。这录音带里的内容，赫然就是舅舅贾斯帕和尼克的对话。当年，贾斯帕想要接管生意，可父亲却死死地握拳不放，于是他打起了歪脑筋，
和尼克合谋，让父亲在奥斯陆会议上出丑，这样董事会就会支持自己上位。于是他们假意绑架了教授，拿到了这笔钱。可不知为何，扮演教授的人使用了真枪，把父亲打死。这是贾斯帕和尼克根本没有想到的，因为这个原因，暴露的尼克才成为了通缉犯。但劳拉不想再过东躲西藏的生活，她拿走了钱和录音带，加入了证人保护计划。当捉住尼克后，只要劳拉肯出面指认，那尼克肯定在劫难逃。所以劳拉这么多年才隐姓埋名，带着安迪东躲西藏。为了让安迪清楚尼克的残忍本质，劳拉直接告诉安迪，造成安迪和查理车祸的就是尼克本人。安迪也依稀回忆起了一些事情，他不敢置信地看着一巴掌打在房子里顿时间燃起了熊熊大火。眼看找到录音带没有了希望，劳拉拿起了枪，开始追逐逃往树林里的尼克。最终他追上了尼克，正当想开枪的时候，安迪赶到，让劳拉放下手中的武器。在劳拉犹豫间，警察终于赶到，这个漂亮国头号通缉犯终于落网。看起来事情终于完美结束，但安迪的心中还有一个问题：当年尼克和贾斯帕并不想杀人，为什么假扮教授的女人还是开枪？他手中的枪是谁给的？原来当年劳拉和这个假扮教授的人曾私下会面，劳拉给教授讲了父亲的暴行，同时用相同的包装了一把真枪，让这个女人选择。女人拿起了安迪给她的包，最终枪杀了劳拉的父亲。这才是劳拉一直隐藏的真正秘密。